你花了2小时炖了一锅红烧肉，结果肉柴的像脚血底，颜色黑的像煤炭，甜到发糊，还带着一股散不去的腥味儿。你尝了一口，默默倒掉，心想外面的红烧肉到底放了什么秘方？今天橘子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：绝大多数人做红烧肉失败，不是因为火候不对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放冰糖，而是因为他们漏掉了最关键的一步，先炒肉再炒糖色。今天橘子要把这道堪称国民第一硬菜的红烧肉，从选肉到出锅，每一步都拆开了，揉碎了讲给你听，不讲玄学，不藏私心，全是实操干货。觉得有用的话，先给橘子点个赞，咱们这就开始。选肉是第一步，五花三层是底线，这一点绝对不能妥协。很多人做红烧肉失败，从源头上就错了。你随便买一块五花肉，肥的太肥，瘦的太柴，没有那层雪白如凝脂的脂肪间隔，炖出来的肉要不就是一层油浮在汤面，要不就是瘦肉纤维一根根散开像棉絮。橘子告诉你，一块合格的红烧肉原料必须是五花三层。什么叫五花三层？从猪皮往下数，第一层是皮，第二层是肥肉，第三层是瘦肉，第四层是肥肉，第五层是瘦肉。这样层次分明的五花肉炖出来，才能达到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的境界。怎么调？橘子教你一个笨办法，你去菜市场不要买那种切好码在保鲜盒里的，要买整条带皮的，用手按一按肉面，好的五花肉回弹快，肉质紧实。再看颜色，瘦肉部分应该是鲜红色或者粉红色，不是暗红发乌的。肥肉部分要白，不能发黄。最后闻一下，新鲜的五花肉只有淡淡的肉腥味儿，没有其他怪味儿。还有一个小心得分享给大家，买五花肉的时候可以跟老板说，我要靠近肋骨那一侧的，因为内侧的肉筋膜少，口感更嫩。现在超市里经常有黑猪五花肉，价格贵一点，但橘子建议你值得一试。黑猪的脂肪熔点更高，炖出来那个香是普通猪肉比不了的。买到好肉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要处理肉。很多朋友回家直接把肉切块下锅，这不对，你要先把整条五花肉放在冷水里浸泡30分钟，让里面的血水渗出来。水里可以加1小勺盐，有助于去腥。泡完之后你会看到水变红了，这时候把肉捞出来，用温水冲洗干净。注意是温水，不是冷水。冷水一激，肉皮收缩，后面的步骤就不好办了。切肉有门道，大小均匀是红烧肉颜值的核心。一块肉切多大，直接影响成品的美观和口感。橘子见过有人把红烧肉切成麻将大小，有人切成骰子大小，还有人随意乱剁，一锅里面大大小小什么形状都有。你想想，大小不一的肉块在锅里受热肯定不均匀，小的已经炖烂了，大的还没入味，这锅能好吃吗？标准的红烧肉块应该是3厘米见方的正方体，怎么测量你就用自己大拇指的指节长度比一下，差不多就是那么大。切的时候注意刀要快，一刀下去不要来回锯，否则肉的纹理会被破坏。先把五花肉切成5厘米宽的长条，再切成3厘米宽的段，最后从中间破开，保证每块都带皮、带肥、带瘦。猪皮那一面不需要特意处理，但如果你发现猪皮上有残留的毛根，用镊子拔掉，或者把铁锅烧热，猪皮朝下在锅里蹭一下，猪毛就撩干净了。这里橘子给你一个独门技巧，切好的肉块用刀背在每块的肉皮上轻轻敲几下，不要太用力，目的不是打烂，而是让肉皮稍微松弛，炖的时候更容易出胶质。这一步很多大厨都不说，但橘子告诉你，这是肉皮炖出来 Q 弹软糯的关键。焯水、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？答错了，整锅肉就废了。焯水的目的是去腥去血沫，但绝大多数人都做错了。你记住橘子这句话，肉类焯水永远冷水下锅。为什么？
如果水烧开了，再把肉放进去，肉表面的蛋白质瞬间凝固，把里面的血水和腥味全部锁住了，你怎么煮都煮不出来。冷水下锅，随着水温慢慢升高，肉里面的血水和杂质会一点点被逼出来，浮到水面上，变成一层灰白色的浮沫。具体操作，把切好的肉块放进锅里，加冷水，水量要完全没过肉，开大火烧。你会发现锅底开始冒小气泡，水快要开还没开的时候，浮沫就开始往外冒了。这时候不要走开，用勺子把浮沫一勺一勺撇干净。等到水完全沸腾，浮沫基本就没有了，再煮2分钟，把肉捞出来。捞出来的肉用温水冲洗，把粘在表面的浮沫冲掉。记住，还是温水，不要用冷水，否则肉一收缩，前面的功夫白费了。焯过水的肉块沥干，水分备用。这里橘子要插一句，很多人焯完水就直接下锅炒了，但橘子建议你多做一个动作，用厨房纸巾把每块肉表面的水分吸干。这一步不是为了讲究，而是因为如果你带着水把肉丢进油锅，油花四溅不说，肉表面带水会影响后续煎制时美拉德反应的进行。简单说就是不容易出焦香味儿。干煎五花肉，这是红烧肉不腻的核心秘密。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，也是橘子说的那句先炒肉再炒糖色里的第一步。你把锅烧热，放一点点底油，油不要多，够润滑，锅底就行。油温5-6成热的时候，把沥干水分的五花肉块一块块码进去，注意不要堆叠，让每块肉都有足够的空间接触锅底。中小火慢慢煎，你会听到滋啦滋啦的声音，那是肉里面的脂肪在融化。大概煎1分钟左右，翻面继续煎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到8分钟。期间要不停翻动，让肉块的每一面都煎到。你会看到锅里的油越来越多，这些油就是从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炼出来的。肉块表面会慢慢变成漂亮的金黄色，边缘微微焦脆，闻起来有一股浓郁的肉香，完全没有生肉的腥味。这就是美拉德反应的神奇之处。肉里面的氨基酸和糖类在高温下发生反应，产生了数百种芳香化合物，光是这个香气就够你流口水了。等到肉块四面金黄，用筷子夹起来，感觉表面有点硬壳的时候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把煎好的肉块盛出来，锅里剩下的油不要倒掉，这些油是五花肉自身炼出来的猪油，后面炒东西特别香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橘子煎那么久，肉会不会老？橘子告诉你，恰恰相反，煎的目的是把肥肉里面多余的油脂逼出来，这样后面炖的时候肥肉才不会腻。而且煎过的肉表面形成了一层胶壳，炖的时候这层壳能锁住肉里面的水分，保证瘦肉部分不柴。这一步做好了，你的红烧肉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。炒糖色教科书级别的操作指南。很多朋友一听到炒糖色就紧张，觉得这是大厨才敢碰的高难度操作。橘子告诉你，没那么玄乎。炒糖色的本质就是让糖在高温下焦化，产生红棕色的色素和焦糖香气。你只要掌握了火候和时机，人人都能炒出一锅漂亮的糖色。用什么糖？橘子推荐用冰糖，而且是那种大块的黄冰糖，不是单筋冰糖。黄冰糖没有经过精炼，保留了甘蔗的天然香气，炒出来的糖色颜色更红亮，味道也更醇厚。如果没有黄冰糖，用白砂糖也可以，但效果差一点。步骤来了，仔细看，炒完肉的锅不用洗，里面还留着一层猪油，大概2-3勺的量。如果油太多，可以倒掉一些，留底油就行。开小火，把冰糖放进去。冰糖大块没关系，它会在加热过程中慢慢融化。这时候千万不要心急，不要开大火。大火一开，糖瞬间就糊了。用锅铲或者勺子轻轻搅动，让糖均匀受热。你会看到冰糖先是融化成透明的液体，然后颜色慢慢变深，从透明变成浅黄，从浅黄变成琥珀色，最后变成枣红色。整个过程大概2到3分钟。什么时候算炒好了？
橘子教你一个判断标准：当糖液变成枣红色，表面开始冒密集的小气泡，并且你能闻到一股焦糖的甜香味，不是糊味，这个时候就刚好立刻把火关到最小，然后迅速的把煎好的五花肉块倒进去，快速翻炒，让每块肉都裹上糖色。这个过程要快，因为糖色在高温下停留时间越长，越容易变苦。肉倒进去之后翻炒大概30秒，你就会看到肉块表面裹上了一层红亮的外衣，漂亮极了。这时候加入姜片、葱段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继续翻炒出香味。这里橘子要强调一个容易翻车的细节：炒糖色的时候千万不要加水。很多人看糖液冒泡就慌了，一瓢水浇下去，糖瞬间凝固，结成硬块，全毁了。一定要先下肉，让肉的温度把糖色的温度降下来，然后再加液体调味和炖煮。一壶开水定乾坤，肉块裹好糖色，香料炒出香味之后，接下来要加液体了。加什么？加开水。橘子再说一遍，加开水，不是冷水，不是温水，是滚烫的开水。为什么？因为肉块现在是热的，如果加冷水，温度骤降，肉质会瞬间收缩变硬，你前面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开水的量要刚好，没过肉块，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少。太多了汤汁稀薄，收汁的时候收不浓；太少了肉炖不透，中间还要加水，一加水味道就淡了。橘子的习惯是先加开水到肉块高度的80%，后面看情况调整。接下来调味，很多人做红烧肉咸甜失衡，问题就出在调料的顺序和比例上。橘子给你一个黄金配方：生抽2勺，老抽1勺，料酒2勺，蚝油半勺，盐最后放。注意，盐一定不能现在放，因为过早放盐会让肉里面的水分渗出，肉质变老。料酒要用黄酒或者花雕酒，别用那种勾兑的料酒，味道不对。调料放完之后大火烧开，这时候你会看到锅里的汤汁翻滚，颜色红亮，香气扑鼻。然后转最小火，盖上锅盖，开始计时。炖多长时间？橘子告诉你50分钟到60分钟，这个时间不是随便说的。太短了，肉不够软烂；太长了，肉会散架。最好用砂锅或者铸铁锅来炖，这2种锅的保温性好，受热均匀。普通的炒锅也可以，但要注意火候，别让锅底糊了。炖的过程中，每隔15分钟打开锅盖，翻动1次，防止粘底，也让每块肉都能均匀入味。如果发现汤汁变少，可以补一点点开水，但不要多。加盐和收汁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炖了50分钟之后，打开锅盖，用筷子戳一下肉块，如果能轻松戳穿，说明肉已经软烂了。这时候才轮到放盐，放多少？根据你的口味来。橘子的建议是1小勺，大概2克左右，因为生抽和蚝油已经有咸味了，盐放多了会咸。加盐之后，转中大火开始收汁。收汁是这个菜的最后一道工序，也是最考验耐心的。你要站在锅边，用锅铲不停地翻动，防止肉块粘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汤汁会变得越来越浓稠，颜色越来越深，最后变成一层亮晶晶的酱汁，紧紧地包裹在每块红烧肉上。这个过程大概5到8分钟，不要走开，一走开就容易糊。当你看到锅底几乎没有流动的汤汁，所有的酱汁都挂在肉块上的时候，关火，撒上一把葱花或者香菜末。不喜欢香菜的可以撒白芝麻，一锅完美的红烧肉就完成了。橘子的独门秘籍，3个小细节让红烧肉封神。第一个细节，炖肉的时候加2样东西，一样是1小片陈皮，去腥解腻，还能增加一丝清新的果香。另一样是1小勺白醋，白醋在炖煮过程中会挥发，不会留下酸味，但它能帮助肉皮中的胶原蛋白更快的分解，让肉皮更加软糯 Q 弹。这个窍门是橘子从一个老师傅那里学来的，屡试不爽。第2个细节，上色的时候，除了糖色和老抽，可以加1小块红曲迷。
红曲醚是天然色素，红烧肉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红润透亮，看起来特别有食欲。超市或者中药店都有卖，一小撮用纱布包好，丢进去一起炖就行。炖好之后捞出来扔掉。第3个细节，如果你想要汤汁更浓稠、更有光泽，可以在收汁前勾一个薄芡，用1小勺玉米淀粉加2勺水调成水淀粉，沿着锅边淋入，快速翻匀，汤汁立刻就会变得晶莹剔透。不过橘子个人觉得，自然收汁出来的胶质感已经足够好了，勾芡看个人喜好。现在你学会了吗？这道红烧肉说起来步骤多，但其实只要按橘子的方法来，一次就能成功。从选肉到出锅，每一步都是家常操作，没有什么高深的技巧，关键是顺序不能乱，细节不能省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会做这道菜？说实话，在这个外卖遍地、预制菜横行的时代，能坐下来认认真真炖一锅红烧肉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但橘子觉得有些东西是外卖给不了你的。当你站在灶台前，看着五花肉在锅里慢慢变得金黄，闻着冰糖焦化时飘出来的甜香，听着锅盖下咕嘟咕嘟的炖煮声，那种烟火气里藏着的是生活的踏实感。红烧肉这道菜承载了太多中国人的家庭记忆。小时候外婆炖的红烧肉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硬菜，一块肉能下一整碗饭。妈妈炖的红烧肉是放学回家后最期待的味道，揭开锅盖那一刻的热气能把一天的疲惫都冲散。现在轮到你炖了，把这门手艺传下去，将来你的孩子也会记得这个味道。橘子经常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，橘子，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，家人都说好吃。每次看到这些话，橘子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厨房不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地方，而是一个能让你找到信心的地方。你炖好了一锅红烧肉端上桌，看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，那种快乐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对了，最近天气转凉，正是吃红烧肉的好时候，热乎乎的一锅肉，配上一碗白米饭，再来一碗热汤，整个人都暖洋洋的。你要是学会了，记得给家人露一手。最后，橘子想拜托大家3件事儿。第一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一定要给橘子点个赞，你的赞是对橘子最大的鼓励。第二，还没有订阅美食频道的朋友，赶紧点一下订阅，顺便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这样橘子每次更新你都能第一时间看到。第三，橘子想问问你，你家里做红烧肉有什么独门秘诀吗？或者你还想学什么家常菜，在评论区告诉橘子，下期内容可能就取材自你的留言哦。3餐4季我来帮你解。我是橘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